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四田武史先生所著的《掌握健康身体的三大线粒体培养法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仅增加某种物质，就能实现惊人的逆龄效果，拥有不知疲倦的身体；第二，绝对不能做的事，导致肠道老化、损害肠道健康的4大最糟糕习惯；第三，如何通过抗氧化功能来延缓衰老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仅增加某种物质，就能实现惊人的逆龄效果，拥有不知疲倦的身体的解说。听到这里的各位，一定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吧？不仅是外表，还想让身心状态和体能始终保持在年轻的巅峰状态。此外，你们也一定想要拥有充满活力、乐观而有趣的生活，以及一副不易感到疲劳的身体吧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不妨尝试一下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方法论。各位突然听说过铁人3项吗？这个比赛包括 3.8 公里游泳、180公里骑行，最后再完成42公里的全程马拉松，总共约226公里，要在15小时内完成。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比赛，而令人惊讶的是，作者已经坚持参加这项比赛超过10年。今年他已经55岁了，但很多人见到他都会感叹，根本看不出来你已经55岁了。不仅外表年轻，作者还表示，他的身心表现与30多岁时几乎没有区别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即使过了50岁，仍能继续挑战铁人3项这样的高强度比赛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您到了50岁还能像30多岁时那样拥有年轻的外表和体能，那该多棒啊！那么，为什么作者能够保持如此年轻与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呢？他的病人们也经常问他这个问题，每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这就是我活力的源泉——线粒体。相信都听说过线粒体这个词吧？不过，可能平时并没有特别在意。事实上，线粒体是我们身体健康和能量的关键。我们身体由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，而每个细胞中都有线粒体，这个为我们提供能量的工厂。我们的生存需要能量，而这种能量的具体形式是被称为 ATP 的物质，而制造 ATP 的工厂正是线粒体。因此，无论是提升身心表现、保持充沛的能量状态，还是维持年轻，线粒体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存在。虽然每个线粒体都非常微小，但它们分布于全身的37万亿个细胞中，总重量约占体重的10%。比如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体内就有约5公斤的线粒体。对比之下，身体中最大的器官肝脏，其重量也仅为约 1.5 公斤，而线粒体的重量竟超过其3倍以上。通过这样的对比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线粒体在我们身体中的重要性。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到线粒体的重要性。四田先生接待了许多前来求助的患者，这些患者经常诉说身心不适的症状。大家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？例如容易疲倦、早晨起不来、情绪低落、缺乏干劲、容易生病等。如果有这些问题，可能与线粒体功能下降有关。前面提到过，线粒体是制造 ATP 能量分子的能量工厂。当线粒体功能下降时，就意味着 ATP 的产量不足。ATP 不足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各种器官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，从而无法正常运作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身体电量耗尽了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容易出现疲倦、睡眠不佳、感冒频发、恶心、食欲不振、气喘、头痛、头晕、肩颈僵硬等症状。如果已经有这些表现，可以怀疑是否是线粒体功能下降所致。那么，为什么线粒体的功能会下降呢？主要原因有以下3点：一、肠道环境的紊乱；二、毒素的积累；三、氧化应激的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您的肠道环境紊乱，体内毒素积累，或氧化应激增加，线粒体功能很可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如果希望恢复线粒体功能，保持活力和年轻状态，就需要尽快消除这些问题。具体来说，
必须做到以下3点：一、调整肠道环境；二、改善肝脏解毒功能；三、增强抗氧化功能。只要做到这3点，线粒体就会逐渐恢复活力，从而让您像四田先生一样，即使过了50岁，也能保持年轻和健康的身体。那么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如何实现这3项调整。然而，在进行这3项调整之前，还有一件必须优先完成的事情，那就是通过饮食为线粒体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。在第一部分，我们将详细讲解如何通过饮食激活线粒体功能。随后在第二部分和之后的内容中，逐步讲解调整肠道环境、肝脏解毒功能和抗氧化功能的具体方法。调整饮食是提升线粒体功能的基础，没有必要的营养供给，就无法改善肠道环境、肝脏解毒功能和抗氧化功能。因此，首先要了解哪些食物会对线粒体和肠道环境造成损害，并尽量避免。近年来，关于肠道健康的重要性已经广为人知，市场上有许多标榜能够增加益生菌、改善肠道环境的食品和饮料，例如含有数亿乳酸菌的产品。当然，食用这些产品并非不可，但四田先生更强调，与其关注摄取，更应该注重避免有害食物的摄入。具体需要避免的食物如下：精制谷物如小麦、牛奶、反式脂肪酸、精制糖类、转基因食品、农药残留、食品添加剂等毒素。首先从尽量避免这些食物开始，这些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调整范围。我将介绍一些对线粒体有益的食物，有益于线粒体的饮食。线粒体友好的饮食基础在于均衡饮食，具体来说包括豆类、芝麻等种子类、海带等海藻类、各种蔬菜、鱼类、香菇等菌类、薯类。本书强调，要让线粒体保持活力，均衡饮食至关重要。在这一前提下，我们可以深入讨论其中的细节。关于碳水化合物，作为 ATP 的主要来源，碳水化合物必不可少。尽管不宜过量，但作者指出，碳水化合物应该作为主食摄取，建议选择糙米而非白米，因为糙米的营养价值明显更高，含有白米数倍乃至10余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。对于担心糙米中植酸或其他物质可能带来健康问题的朋友，可以通过将糙米浸泡48小时使其发芽，这样不仅能分解这些物质，还能提高营养价值。更简单的选择是直接购买发芽糙米，其营养含量更高，也值得推荐。关于油脂，慢性炎症近年来受到关注，它是指身体内部持续发生的小规模炎症，可导致咽喉炎、牙周病、脂肪肝、肥胖、抑郁、老化、失眠，甚至肠漏综合症等问题。本书推荐通过摄取 Omega-3 脂肪酸来缓解慢性炎症。Omega-3 脂肪酸主要分为 Alpha 亚麻酸、EPA 和 DHA 3种。Alpha 亚麻酸来自植物性食品，如亚麻籽油、奇亚籽和核桃等。EPA 和 DHA 来自鱼类及海产品，尤其是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等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鱼类。通过摄取这些含有丰富 Omega-3 脂肪酸的食品，可以有效抑制炎症，增强线粒体功能。关于蛋白质，蛋白质对身体有多种重要作用，包括作为激素和神经递质的原料。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，会影响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生成，进而损害线粒体功能。因此，摄取充足的蛋白质至关重要。关于矿物质，矿物质是维持身体机能的重要营养素，其缺乏可能导致多种健康问题。我们将在下一节深入探讨矿物质的重要性及其来源。通过逐步调整饮食习惯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线粒体，维持身体健康。为了在线粒体中顺利制造 ATP， 仅仅摄取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和蛋白质这些能量来源还远远不够。要使能量工厂迅速运转，必须摄取必要的矿物质，这一点不可忽视。在线粒体制造能量的过程中，
会消耗大量的矿物质，因此矿物质的不足会直接对线粒体造成不良影响。关键矿物质，在众多矿物质中，作者特别指出以下3种尤为重要：镁、锌、铁。这些矿物质往往是人体容易缺乏的，特别是日本人普遍存在镁和锌不足的问题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现代人因生活繁忙，难以摄取均衡的饮食。提高矿物质吸收率的方法，作者建议，在摄取矿物质的同时，结合有机酸一起食用，可以促进矿物质的离子化，提升吸收效率。有机酸存在于以下酸性食物中：醋、柠檬、苹果。食补与补充剂的选择，虽然通过日常饮食摄取所需的营养素是最理想的方式，但某些营养素由于难以通过饮食完全补充，可能导致不足。对此，作者建议通过补充剂进行适当的补充。补充剂能够显著加快实现理想身体状态的速度，是一种有效的效率工具。推荐的补充剂，当被问及如果只能选择一种补充剂，你会选择什么时，作者的回答是消化酶。消化酶的补充剂在药店或网络上都很容易购买。如果对此感兴趣，可以尝试检查并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们将解读导致肠道老化、损害肠道健康的4大最糟糕习惯。同时，我们也会探讨如何通过调整肠道健康来养护线粒体的第1大支柱——肠道的重要性。正如人们常说，万病始于肠道，肠道环境的紊乱是各种疾病的根源。不仅如此，肠道健康还直接影响外在的美观与年轻状态。以下是肠道环境恶化可能引发的问题：皮肤问题，肠道失衡会导致免疫系统紊乱，引发炎症，从而引起粉刺、痤疮或湿疹等问题。排毒不畅，肠道问题可能阻碍废物的排出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肌肤暗沉、色斑增加，皮肤代谢减缓，营养吸收下降。肠道健康影响营养吸收效率。如果肠道功能受损，头发所需的营养可能不足，进而导致脱发或头发稀疏。尽管我们努力摄取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以及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素，只有这些被成功消化、吸收，并有效运输到线粒体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而肠道正是完成这些运输任务的关键。如何优化肠道环境？要确保肠道健康，以便将营养素顺利输送到线粒体。作者提出了一个关键原则，与其注重摄入，不如优先避免有害因素。以下是肠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：对肠道有害的食物、毒素、药物、精神压力。远离这些因素，是改善肠道环境的首要任务。对肠道有害的食物。在之前的讲解中，我们已经提到了以下几类需尽量避免的食物：精制谷物、牛奶、反式脂肪酸、精制糖、转基因食品。减少摄入这些食物是维持肠道健康的重要步骤。毒素的影响。现代社会中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充满各种毒素，完全避免几乎不可能。想要完全隔绝毒素，就像要求人类不在地球上生存一样困难。然而，通过有意识的尽量减少接触毒素，可以显著改善肠道环境。例如，主要的毒素包括以下几种：农药、残留物质、食品添加剂、重金属如牙齿填充物中的汞，这些毒素需要格外注意。此外，饮用水、运动饮料、罐装咖啡等饮料中，往往也含有防腐剂、香料、酸味剂、甜味剂等添加剂。同样容易被忽视的是酱料和调味品，如番茄酱、蛋黄酱、沙拉酱等。这些食品通常也含有防腐剂、香料、酸味剂和色素等添加剂。建议大家检查一下家中冰箱里的调味品，查看它们的成分表。如果发现标签上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名称，那就说明其中含有大量食品添加剂，建议尽量丢弃。此外，超市或便利店销售的熟食也通常含有很多食品添加剂。为尽量避免食品添加剂，
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成分标签，尽量选择原料成分较少的产品。3、药物。需要澄清的是，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药物的使用，在某些情况下，药物是必要的。然而，为了保持健康的肠道环境，建议尽量减少药物的使用。4、精神压力对肠道环境的影响是直接且显著的，这是因为大脑与肠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。当我们感到压力时，大脑会分泌压力激素，这种激素会抑制消化系统的功能，导致肠道活动和血流量减少，从而破坏肠道环境。因此，管理好精神压力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。当压力过大时，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会被打乱，从而影响到由自主神经控制的肠道功能。压力还会降低免疫功能，破坏肠道内的益生菌与有害菌的平衡。此外，过度的压力可能导致不健康的饮食习惯、暴饮暴食，甚至酗酒，这些都会进一步扰乱肠道环境。因此，如果您现在感受到某种慢性压力，务必为自己腾出时间来缓解压力。虽然我知道您可能很忙，但如果持续回避或忽视慢性压力，它将无法消除，您将一直承受它带来的损害，这是非常低效的做法。所以，我建议您冷静下来，尝试解决慢性压力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介绍了导致肠道环境恶化的因素，包括不良的饮食、毒素、药物和精神压力。通过去除这些因素，我们可以改善肠道环境。要改善肠道环境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除这些有害因素。所以，不需要急于求成，可以慢慢地、一步步地努力改善肠道环境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将讲解如何通过抗氧化功能来延缓衰老。我们要调整抗氧化功能，从而增强体内的抗氧化力，跨越衰老的障碍。这是通过增强体内的抗氧化功能，抑制活性氧的生成来实现的。在细胞的线粒体中，生成 ATP 的过程消耗了体内约 95% 的氧气，而剩下的氧气中，大约 2%至3% 会转化为活性氧，这是一个有害的物质。活性氧简单来说，就是氧化力极强的氧分子。当活性氧在体内过多时，它会对正常细胞和基因造成氧化损伤。此外，某些活性氧具有自我攻击的特性，这意味着它们会开始攻击自身。过多的活性氧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在生成 ATP 的过程中，活性氧的产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，但我们体内有抗氧化功能，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活性氧的侵害。抗氧化功能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体内的抗氧化酶能够将活性氧转化为无害物质。然而，如果缺乏必要的营养素，抗氧化功能就会受到影响，导致我们无法对抗活性氧，从而使我们易受疾病和衰老的侵害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，调整抗氧化功能非常重要。要提高抗氧化功能和增加抗氧化酶的数量，首先需要确保充足的蛋白质摄入。因为抗氧化酶本身就是由蛋白质构成的，所以如果蛋白质不足，抗氧化酶的数量也会减少。此外，摄取锌、铜、铁、镁、硒等矿物质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有意识地安排饮食，可以平衡地摄取所需的矿物质。那么首先，确保摄取抗氧化酶的原料是第一步。即使我们正确地摄取了抗氧化酶的原料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遗憾的是，我们体内产生的抗氧化酶会逐渐减少。我们需要从外部摄取能够清除活性氧的优秀物质，例如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贝塔胡萝卜素、谷胱甘肽、类黄酮等物质。大家可能听说过其中的一些物质。此外，植物化学物质和多酚也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。例如，蓝莓富含具有强效抗氧化作用的多酚、花青素。最近常推荐的可可和黑巧克力含有丰富的类黄酮。此外，绿茶也很有名，绿茶富含强效的多酚，儿茶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。其他强效的抗氧化成分包括番茄中的番茄红素、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等。
此外，红酒中含有白藜芦醇，虽然酒精通常被认为对健康有害，但其中的红酒因其白藜芦醇的抗氧化作用被认为相对较好。接下来特别推荐的抗氧化物质是虾青素。虾青素被称为最强的抗氧化物质，最近受到广泛关注。虾青素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，能够应对紫外线、吸烟等氧化压力、精神压力、剧烈运动的压力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引发大量活性氧的环境，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强大助手。可能有些人以前没听过虾青素这个名字，但我希望大家能有意识地摄取这个最强的抗氧化物质。虾青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，与绿黄色蔬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、番茄中的番茄红素等相似。虾、蟹、鲷鱼、鲑鱼等甲壳类和红色鱼类的红色素正是由虾青素提供的。这种天然红色素，虾青素的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C 的600倍。如果想摄取虾青素，最好食用虾、蟹、鲷鱼、鲑鱼等食物。青鱼如沙丁鱼和青鱼中也含有虾青素，但含量不如鲑鱼和虾多。请大家多吃这些天然食材，摄取虾青素。同时，这些食物还富含我今天反复强调过的蛋白质，因此也是应该积极摄取的食材代表。如果不喜欢这些食物，补充虾青素的一个选择是使用补充剂。虾青素作为一种重要成分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市面上有很多虾青素的补充剂，大家可以通过药店或网店方便的购买。至此，为了整合抗氧化功能，我们首先要增加我们体内自带的抗氧化酶，蛋白质和矿物质是关键。同时，抗氧化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，因此需要补充抗氧化物质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主要从食物和营养素的角度介绍了如何整合抗氧化功能。但实际上，要减少活性氧并整合抗氧化功能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运动。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运动被认为是防护活性氧的天然补充剂，能够保护我们免受疾病和衰老的侵袭。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这魔法补充剂运动来增强体力。事实上，现代人产生活性氧的一个原因就是运动不足。我们的祖先在定居并进行稻作之前，是通过狩猎和采集的方式生活，长时间在野外奔跑，才能获得少量的食物。那时候，适量的运动是生存必须的。而我们今天依然遗传了祖先的基因，因此不运动会导致许多健康问题。这可以说是我们的身体设计上的自然反应。然而现如今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食物可以随时送到，交通工具和公共交通让我们不再需要走路，我们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运动，生活变得更加方便，运动变得越来越不必要。如果我们不特别意识到运动的重要性，谁都可能陷入运动不足的困境。因此，希望大家要确保每天有足够的运动时间。但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，过度运动其实可能适得其反。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增加活性氧的生成，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适度的运动，这样能最有效地增强抗氧化功能。适度的运动不仅不花钱，而且非常容易进行，实在是最强的补充剂。拥有这样的补充剂却不去使用，岂不是非常可惜吗？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运动开始自己的抗氧化对策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